Hello，天秤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这个开场讯息，提供给我们天秤座的朋友们作为一些参考，好吗 ？OK 哈。首先呢，我感觉哈，天秤座的朋友们最近是不是好像特别在意自己外表的打扮哈？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女生哈，在一个很像逛街，然后再照这个全身镜的这个感觉哈。不知道最近是不是呢？天秤座的朋友们哈，很想要就是购买这个新衣服啊，或者是呢特别在乎自己这个身材上面的这个曲线或展现哈，我觉得呢这2到3周可能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哦。不仅呢可能或许哈你这个减重有成哈，或者也可以买到这些不错，你可能心仪已久或者是已经看很久想要下手的这些服装哈，我觉得是一个蛮适合 shopping 的2到3周。OK， 好，然后呢对某部分的人呢我看后面看到一个状况是，你们有一些人是因为在试那个婚纱哈，就是可能要结婚了，所以在试婚纱，所以在那边进行一个挑选，所以非常恭喜你好吗 ？OK 好，那第2个部分呢，要给天秤座的开场讯息是，我感觉这2到3周哈，天秤座的朋友们某部分会非常喜欢肉桂的东西，比如说肉桂卷啊，或者在咖啡上面加肉桂粉啊，或者是在烹调一些食物的时候，你也会加这个肉桂在里面，好吗 ？OK 好，那第3个呢，我也不好意思，我要再补充一个讯息哈，因为准备要进入到下一个，还跑出来哈。最近有非常多的天秤座的朋友们，你会非常喜欢喝黑咖啡，就是原本你可能是喝，比如说你都喝焦糖玛奇朵啊或拿铁啊，最近呢，你不知道为什么哈，口味会稍微有点改变，所以你就会开始享受这个纯粹的这种黑咖啡。OK 好，那第3个呢，要给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这2到3周啊，我会觉得天秤座的朋友们呢，你特别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这个感觉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吃的东西一直衍生出来哈，某部分的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你最近可能也蛮喜欢吃橘子类的东西，好吧？我们要跳到第3个了哈。天秤座的朋友们到底要吃多少东西 ？OK 好，第3个部分呢，我个人会感觉最近呢，天秤座的朋友们，你们呢可能会有这个去爬山，或者是呢去做。因为我看到是一个阶梯哈，就最近你可能会去健行，但你健行不是什么那种登山攀岩那一种哈，比较有点像是步道。好，就是比如说就是去走一些森林步道啊，所以会有很多那种阶梯，好，或者是呢，最近你可能在做一些运动，然后呢，那个运动是一个踩楼梯的那种机器 ，OK 好，所以最近呢，我感觉蛮适合你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活动或者是运动，好吗 ？OK 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在进入今天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2024年的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的线上试听会即将又要展开咯。如果呢你想要来学习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转化你的思维，突破限制性的框架以及信念，甚至呢你想要摆脱这些旧有重蹈覆辙的模式以及习惯，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宇宙小学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听会呢是举办在台湾台北6月9号的晚上8点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体验怎么样来参与小学堂的课程，以及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也都会在试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想要来参加报名跟体验的同学们呢，欢迎你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都会把详细的资讯跟连结附在上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宝剑9，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命运之轮。OK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希望透过我传递给天秤座的朋友们。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OK 好，请稍后哦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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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我个人会感觉这一次的能量场还蛮特别的
就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小众的讯息啦，但 anyway， 反正你如果想看下去，你就可以看哈 ，OK， 你也可以截取其中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OK， 好，但是我感觉这次的能量应该是蛮小众的 ，OK，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呢，你的挑战牌卡是宝剑9，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等一下一起来做解说哈。来，在过去状况当中，你抽到是钱币6、权杖2，然后还有圣杯8。我个人会感觉呢，在过去这个能量场当中呢，其实某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哈，你有一点像是心意已决。就是说，比如说，假设你现在有一个在过去能量场有一个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心意已决。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工作你可能也做一阵子了。然后呢，你就觉得说可能没什么发展性吧，或者是我跟同事处不好，随便 anyway，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你已经做好了一个想要离开的心理准备 ，OK 哈，或者是想要做出一个改变的心理准备，不一定要离开哈，反正这边就是有一个调整或有一个决定，你心里已经知道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在你来我往哈，就是在这一段关系当中或这个合作状况当中呢，你来我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心中有一种觉得对不起，我刚刚有点卡住。你心中有一些感觉哈，就有点像是说，第一，有可能你觉得，我觉得这份工作大概就这样吧，好吧，不如我就去找一个可能更有发展性的工作，这是第一个 ，OK 哈。第二个就是你会觉得这份工作呢，好像有点像是让你在原地打转，你觉得原地打转，或者是这个工作好像有点就是都是很固定式的，所以你会觉得你的视野没有拓展。所以你想要出去开拓你的视野，所以不管你是因为不喜欢这份工作离开，或你想开拓你的视野离开这段关系，或者是你觉得说这个东西让你已经不感兴趣，都有大概有这3派的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在里面 ，OK 哈。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是你有思考的因为在这个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哈，它不是怎么讲？它不是。我举个例好了，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是说你的另外一半劈腿，不是的，就是你们相处得很好，但是总是有哪边不契合，或者是这个关系可能没有成长，或者是你在这个公司当中，公司也给你想要的待遇啊，你也在这边很认真上班啊，可是你觉得哇是不错啦哈，但是好像有点局限。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所以你心里已经有一个定夺。你心里会觉得说，我要不要去闯看看？我要不要去试看看 ？OK 哈，所以这个方向呢，跟这个想法，我觉得在你心里这个种子已经种下了。所以来到现阶段能量场，你抽到的是宝剑8，还有女祭司，还有这个太阳牌卡。这3张牌卡呢，其实我会觉得哈，你在深思熟虑、心意已决的这个状态当中呢，你是很渴望能够再次找到，比如说在关系中、在工作中、在理想当中的这个希望，还有能够让你重新燃烧起这个热情。OK， 那某部分的天秤座这边有一个很小众的讯息哈，你会你会觉得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哈，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微妙的能量场在里面，就是你会觉得了无生趣。好像不用大脑我就可以解决它了，所以这样子的状态让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种生命的热情，或对这份工作期待，或这一份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你现在就是困在这个地方，虽然我心意已决，我已经看到了事实就是这样子 ，OK 哈，但是我渴望的是这个，我也希望有这些生机盎然的感觉。可是呢，你自己坐在这里看着这面镜子，觉得你自己就是被受困的。所以呢，我觉得在渴望离开、想要挣脱这些受困，或者是有更大的潜能发展性的同时呢，我觉得你的挑战牌卡就来到宝剑9了 ，OK 哈，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宝剑8会走到宝剑9的原因，因为下一张就是宝剑10了。你在这边掩面哭泣哈，你会觉得说我已经心意已决了。这个我再次就是我自己验证了，我真的很希望哈这些东西不要再按照原本的模式，或者是不要再按照这种方式，或者是比如说我真的想要离开这样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所有的心理上面的统整跟衡量，还有你呢重复自己看见的这些事实之后，你的挑战牌卡就是宝剑9，就是我可能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了。OK 哈，或者是我准备要能够跟对方来一场就是大人的对话了。OK，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头上是有很多乌云的不是乌云乌鸦啦哈。OK 哈，所以你在掩面哭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这边还有一个枕头。这个有一点像是说这件事情呢，已经有点让你没有办法再装睡了。就是你不能再装睡了，你已经知道你的状况或情绪或不满足或你需要被满足的地方，已经必须要被拿出来去探讨了。
OK 哈，所以呢，这边呢是有一个床的哦，可是很不清楚哈。你们应该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小小的隐形的这个线，这是一个床。你看哦，这边是没有，我们就当做没有床，可是这边有一个线这样子，可是有一个枕头，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再这样下去，这整个跟你交水相关状况人数它是不稳固的，它没有办法给你心里有一个安定感，或者是它不会让你感觉有一个长远的发展。因为床呢，它就是躺在上面，我们是睡得很安稳的，但这件事情已经让你对未来、对事业、对关系感觉到不安稳的。OK 哈，那当然没有到寝食难安那么夸张啦哈，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是你真正自己想要内心有的一个突破，因为这个女生啊，权杖2，她拿着这个权杖呢，看着外面，这就像是一个夕阳，感觉这一段关系、这个合作、这个工作，好像就是来到夕阳西下，有点像夕阳产业好了，或者是你要这样形容，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可是你不想要的，你不想要夕阳啊，好，你懂我意思吗？你不想要夕阳，你想要的是太阳。OK， 好，这样你就理解了哈。好，他们叫我这样解释，你就懂了。好，很好，感谢帮忙哈。有些时候呢，宇宙跟天使他们就会引导我，告诉你怎么说，你比较容易理解我在讲什么啦哈。好，那在未来这个状况呢，你抽到的是圣杯国王、圣杯女王还有圣杯1哈。其实你注意看，这就是为什么最终呢，你跟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你们会来到了一个。我们必须要3个圣杯加起来叫圣杯3，我们要以你我彼此之间都是开心、快乐、幸福、满足的考量之下来这一场对话，或者是正面对决。OK 哈，所以呢，在这边可能你要跟你的东家或跟你关系当中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梦想，我觉得这边呢是一个很好重新去讨论要怎么样去合作，或者是我们就纷纷拆伙吧。OK 哈，所以呢，这边呢，其实我会觉得天秤座的朋友们哈，这个东西呢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既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你的命运之轮才会在这里从此展开。OK 哈，因为呢，我会觉得哈，这个调整为什么是必要的？因为你的钱币流加未来看不见可能会迎来事件，这张牌卡虽然是命运之轮，可是它是有4个钱币的，这个加起来就是钱币10。OK 哈，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命运之轮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凌驾于命运之上，你要坚持的这个钱币是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一场对话、这一场讨论、这一场协商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你凌驾在这4个钱币你的坚定的这些条件或原则之上，你才有可能去促成这个钱币10。因为过去只有钱币6，但是未来这一场关键性的对话，我觉得就蛮重要的，因为最后你才会得到这样的东西。OK 哈，好，所以呢，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想要用这个宇宙验证牌卡来看你更多的细节，好吗？我们一起来看看。OK 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宇宙验证牌卡，我们来看看。宇宙验证牌卡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跟细节，可以让我们天秤座的朋友们，哎呦掉出来了哈，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好吗 ？OK 哈，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的是权杖骑士 ，OK 哈，这个权杖骑士呢，其实跟你这个在过去能量场这个权杖3呢，对不起，加起来是权杖3哈，这个就是代表权杖2加权杖1等于是权杖3。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为什么我会说你心里早就已经有定夺了？因为权杖骑士象征的就是我已经出发了，我要向前去出征了，我想要向前去争取。再加上这个权杖2这个女生啊，她手上是拿着这个权杖，你看她也拿着这个权杖，所以啊，这个有一点像是说哈，2比1啊哈，你自己已经知道不用比了哈，你也不用劝说我啦，我自己心知肚明啊，就有点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在里面。OK 哈，好，那来到现阶段的这个能量场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 Temperance，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你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还会稍微有一点点犹豫、拉扯跟衡量哈，是因为这个 Temperance 它是2个圣杯在这边交换的，这个啊其实就是未来的这个圣杯国王跟圣杯女王。OK 哈，你们2个这之间的交流，你在回顾、你在衡量、你在思考。OK 哈，然后呢，我刚刚也有讲，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在这个合作当中，这个人并不是对你不好，他可能也给你不错的一些交代、不错的条件、不错的这个对待。可是呢，这个是你自己心中的一个想法，所以你正在交流，你正在思考，你正在想，我们这2个圣杯这样子融来融去啊，未来还可以融合吗？所以你的宝剑9的挑战牌卡的验证牌卡是这个权杖7。OK， 权杖7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不要去捍卫，我要不要有力量，或者是有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个可能我心里想要得到的这一个太阳。那这个太阳因为对每个人的状况表达不一样，你要自己去思考你想达成这个太阳是什么，而不是这个夕阳。 OK 哈，所以呢，这个权杖其实象征的就是你要去挑战，你要去迎接这个挑战，你要有勇气去迎接这个挑战，最重要是为了你自己去站出来。 OK 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变成是说你就要跟这个圣杯国王和这个圣杯女王呢去讲，我的立场是这样，我的想法是这样，我想要追求的生活是这样。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认为哈，这个宝剑9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也不想伤及这其中牵涉的相关状况人事物，因为就像我说的，它
可能没有对你不好，他给你的条件可能不差，可是可能你心中有更想追求的地方。OK 哈，所以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你抽到这张牌卡是恶魔牌卡。OK 哈，这个恶魔牌卡呢，其实就是要来到开诚布公的一个状态了。你要把你的渴望说出来，因为恶魔就是要去表达我渴望什么，我想要什么，我在这一段关系、这一个合作、这个状态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所以你所渴望的一切，你想要的蓝图，你想要的这些条件，在未来，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除非你们可以把三方之间我想要的、我需要的、我们要协调的都讲出来，这个东西才可能有机会继续走到下一步。所以在未来，你们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命运之轮，你的验证牌卡是权杖女王。这个权杖女王在哪里哈？权杖女王在这里啊，从头到尾这个人就是你哈，从头到尾这个人就是你，你只是来到这边你登基了。OK 哈，登基的意思就是说，你坐上这个登基，就像凌驾在你的命运之上，你选择了你的命运，你选择了你想要去的方向，而且这个权杖女王旁边有一个太阳花，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为什么前面我要特别跟你讲，你在追求的是这个太阳，而不是这个夕阳的原因就是在这。OK 哈，感谢宇宙资源，还好刚刚有拿起来听他们话，拿起来讲啊。所以呢，我觉得在未来你会去想要创造你自己的命运。你也不会再愿意受困在这个状况里，除非在这场谈话的对话过程当中，你们做好了协商。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给你们天秤座的朋友们，也太快了吧！OK 好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来。这张牌卡叫做抗议啊！你看哦，这又是3个人，对吧 ？OK 哈，他们说呢，这是一个重新要开始的一个变革 ，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这个原本打地基的哈，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我要特别跟你讲，这边是有一个床的。对吧？哈，这个就是你的地基，就是这个城堡 ，OK 哈，所以这个地基要重新被就是打造之外呢，这个抗议啊，不是真的说你在抗议那个人怎么样，这个抗议有点像是说，我们都在诉求些什么，我们都在想要些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达到彼此我们这之间的一个平衡或者是一个和平都可以 ，OK 哈，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要去抗议，抗议象征的也就是为自己起身而战，也是你的这个挑战牌卡权杖7，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势必你要能够去迎战、去争取、去讲出你的诉求的2到3周，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在这里，好吗？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要给天秤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感觉天秤座的朋友们这2到3周可能会很忙，好吗？但是呢，其实说实在的我刚刚在读你的能量场有些时候的确，有些能量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你也希望这些所有跟你交手相关重会人数能够别于以往，有不一样的风景嘛？我觉得这2到3周试着替自己争取一下，就跟这个抗议是一样的道理，好吗 ？OK 哈，好了，非常感谢天秤座的朋友们，也希望你一切顺利，好吧 ？OK 哈，也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